前有聊过，化疗期间一个常见的副作用就是白血球会掉。那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什么叫做适中性白血球，当它掉太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那我们要做什么可以让我们的疗程更安全？大家好，我是奶茶医师。化疗之后7到14天，白血球会掉到最低，也就是进入骨髓抑制期。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呢，要抽血来确认白血球是不是正常。那正常的白血球，它大概是4000到10000个立方毫米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种专门对抗病菌的白血球，它叫做适中性白血球。那在化疗的时候呢，白血球会降低，所以当然这种适中性白血球它也会大幅下降。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适中性白血球降低。当适中性白血球降低到小于1000立方毫米的时候呢，这时候身体它就比较容易发生感染。适中性白血球它是怎么计算的呢？适中性白血球它的计算方式就是用白血球的总数，然后去乘上多型核加上带状核白血球的比例。那这样算出来的数值，医生就可以用来评估你的免疫状态。适中性白血球低下，它的严重程度大概可以分成4级。然后第1级就是适中性白血球，大概是在1500到2000，这时候它属于是轻度的低下。那第2级是适中性白血球，它是在1000到1500，这是叫做轻度的危险。那第3级是适中性白血球，它在500到1000，这时候是中度的危险。那如果说适中性白血球它是小于500，这时候就是高度危险，这时候就是它的感染风险相对高。如果有感染的时候，身体会有哪一些症状呢？常见的症状像是说会发烧啊，然后畏寒，或者是咳嗽、喉咙痛、流鼻水，那小便有灼热感，或是拉肚子，或者说是皮肤出现红肿、热痛这些症状。所以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呢，就表示我们可能感染了，这时候就要赶快就医，然后要小心安全。化疗之后的感染，它就一定会有症状吗？答案就是不一定，因为呢，身体感染的症状是来自于白血球跟病菌打架时，身体释放出发炎激素所产生的。当白血球太低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足够的白血球来引发身体的发炎反应，所以反而可能不会有症状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掉以轻心，以为没有发烧就没有感染，但事实上这时候它的风险反而高。在家里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呢？像是我们可以加强清洁的习惯，就是勤洗手，饭后刷牙漱口，维持口腔的清洁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皮肤的安全，就是说我们要如果真的很痒的时候呢，可以涂一些乳液，然后减少被抓伤的机会。那还有就是在饮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增加蛋白质的量，然后注意吃东西一定要煮熟，不能吃生食哦，当然也不可以吃生鱼片。然后呢，像是我们建议最好尽量不要外出去人多的地方，如果真的去，要记得要戴好口罩，那减少会出入有可能接触到有传染病的场所。请记得定期回诊追踪白血球的数值，这样才能够安心的完成每一个阶段的治疗。我是奶茶医师，保护好自己就是对治疗最好的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